如果我知道那是妈妈给我的最后一通视频。半夜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我暗自思忖了很久，想不出这么晚谁会来。敲门声还在继续，我极不情愿地往门口挪去，期间在不断祈祷，希望对方等不到回应就自己离开。然而却事与愿违，我磨磨蹭蹭地想通过猫眼查看，可许久未用过的猫眼已经模糊不清，只有若有若无的人影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也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，是有人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把门打开吧。他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我在家？我点开了手机，对方是一个黑色头像，连昵称也是空的。印象里我从来没有加过这个人，他怎么会成为我的好友？瞬间我浑身汗毛炸起，鸡皮疙瘩冒了出来。你是谁？我颤抖着手发出消息，信息刚一发出，门外又响起了剧烈的敲门声。难道这个黑色头像就是门外的人吗？我抿紧嘴唇，强忍泪水，颤抖地按了3个数字，可悲催的是根本没办法拨通。怎么会这样？门外的敲门声愈演愈烈，危险离我越来越近。我急得满头大汗，想向好友列表的其他人求助，可一番折腾下来，我彻底崩溃了。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，手机上除了黑色头像，我没办法联系上任何人。无助的泪水夺眶而下，门外的敲门声骤然消失，下一秒手机再次震动，是黑色头像发的视频邀请。我惊慌失措地按了拒绝。真的是疯了，天晓得视频对面会是什么？我的呼吸急促，整个人天旋地转。随后那个黑色头像又发来了消息：依依，妈妈就是想你了，想看看你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想起了一切，那些曾经逼自己遗忘的记忆片段，像是被风吹散的拼图，突然在这一刻拼凑完整。如果我知道那是妈妈给我的最后一通视频。依依，你能不能给妈妈打个视频电话？妈妈想你了。妈妈，室友都睡着了，我怕会吵到他们，明天早上再给你打行吗？对，咱不能打扰人家。没事儿，妈妈就是想你了。我好得很，你不要担心了。妈妈，我先睡觉了，明天早上还有事情，6点就要起床呢。好，盖上被子，不要着凉。你钱够花吗？你在学校吃的怎么样？有厚被子盖吗？早上要记得吃早饭，出门要穿暖和点。别难过，我的孩子，妈妈会变成你身边的好多东西，一直陪着你。妈妈想尽力地撑到早上，可是她没有撑到。当我知道对面的人是妈妈之后，仿佛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。我颤抖着拨通了视频电话，视频里的画面也渐渐清晰，真的是妈妈，没想到还能再看见她。妈妈慈祥又温柔地喊着我，我再也控制不住地哭了出来。妈妈，我想你了，我好想你。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。如果我早知道……傻孩子，妈妈怎么会怪你？是妈妈不好，以后妈妈不能照顾你了。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生活，要听爸爸的话。无论你以后变成什么样子，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我都永远爱你，支持你，因为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啊！妈妈，你怎么不回话？你知不知道爸爸多担心你啊？爸爸，我梦见妈妈了。傻孩子。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卧室里打着游戏，突然听到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。起初我并没有感觉到害怕，因为我是和闺蜜一起住的，她通常回来的也比较晚。听到鞋柜打开的声音和换拖鞋的细碎声，这让我更加坚定了门外的人肯定是闺蜜。就在我一把游戏结束之后，我隐隐觉得有点奇怪。按往常来说，她回家之后都会来我这屋子聊会天，但是今天家里出奇的安静。我正想开口问一嘴的时候，突然手机来了一个电话。然而这个电话比较奇怪，因为显示的号码正是家里客厅的座机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有一个人正在用客厅的座机给我打电话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想着有可能是闺蜜的恶作剧，我下意识的就按下了接通键。但就在电话接通后，话筒里和客厅同时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：姐姐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。他是谁？为什么会进到我家里？
我虽然感到非常的惊悚，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滋生出一种勇气和愤怒感，壮着胆子对手机吼道：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可能是他被我的话镇住了。接着门外传来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随后就是开门的声音。外面很快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犹豫了许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地打开了卧室的门。我在客厅里巡视了一圈，确实没有任何人的身影。我终是松了一口气，快步走到大门口，准备将门反锁。然而靠近了，我才发现一只骨节分明、粗糙的大手正握在我家的门框上。我死死地捂住了嘴巴，生怕自己吓得喊出声来。这人竟然没有走，他一直守在门口，等待着我走出去。我咬紧嘴唇，下一秒用力地踹了一脚房门，只听门外那人一声惨叫，我用尽全力将门反锁住。等回过神来时，才发现自己早已经泪流满面。门外的男人似乎并不甘心，用力地拍打着房门，他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，可我却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。我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随后便死死地抵在了门上，甚至我更没有勇气去看猫眼。砸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我捏紧手机，祈祷着帽子叔叔能快点来。谁呀？大晚上砸什么门？你想干嘛？隔壁邻居大哥洪亮的嗓音透过门缝传来，那人似乎也吓了一跳，只听到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门口彻底没有了动静。后据调查得知，男人是的网友隔着屏幕说一直很喜欢我，甚至愿意为了我去整容。看着他疯狂的言语，我有些害怕，便直接把他拉黑了。没想到他竟然能找到我家里来，又从门口的地垫下面发现了备用钥匙。男人也很快被帽子叔叔控制住了，我真的是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这是一段我在加州留学时候的经历。那天我和男友一拍即合，准备去山上露营。我们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升起篝火后，我们就坐在帐篷外边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吃着披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注意到男友身后的荒草丛中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因为附近的草比较高，映着月光看去，就像是一张笑着的脸隐在那边。因为我本身有点近视，又想到附近这么荒凉，也不太可能会有人，怕破坏了气氛，索性就没跟男友说，继续喝着酒，和男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，但眼睛还是会时不时瞥向那个位置。10几分钟过去了，那个东西一动没动，我心想着可能是挂了个气球或者什么的，所以干脆就没太放在心上了。不久我们就一起钻进帐篷休息，聊了会儿天后就决定要睡觉了。我也习惯性的和男友说了晚安，男友还半坐着身子在那整理帐篷的边角，没来得及回话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也回了一句 Good night。 我确定我没有听错，那个声音就在我旁边，是从帐篷外传进来的。我吓得一个机灵，眼睛看向了男友，男友也愣在原地，脸色苍白地看着我，随后就用口语示意我，那意思是你听见了吗？我也惊恐地马上点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心砰砰直跳。我突然反应了过来，刚才在外面绝对不是近视眼看花了，而是在黑暗中一直有个人在盯着我们。我一把就拉住了要出去的男友，眼神示意说别出去。直觉告诉我，外面那个人肯定不正常，我怕男友受到伤害。我俩谁也没说话，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帐篷里边，支着耳朵听外边的动静。外边除了呼呼的风声，就再也没有其他动静了。坐了10几分钟之后，男友终于熬不住了，大叫了一声说谁呀，然后猛地起身出去了。我也紧随其后，发现外边空空荡荡，就不知道那个人是走了还是继续又躲在了草丛里边。男友拉着我说这个地方不能待了。随后我俩带上手机和重要的东西，连帐篷啥的都不敢收了，直接就上了车。男友开车的时候还紧张地跟我确定是不是真的听到了那个声音。我忍不住透过后视镜望了过去，黑暗中那个人就站在车后不远的地方盯着我们。如果你拨通了自己的电话，听到的是陌生的声音，喂，请千万不要回应，否则他会将你取而代之。这是一份手机的使用指南，请牢记以下内容，或许它能救你一命。1. 如果你的通讯录里出现了陌生人的名单，请立即删除，这很可能是他留下来的狩猎暗号。2. 千万不要安装任何不知名的应用，否则我们无法保证你的安全。3. 如果你和别人通话时，声音突然变小，伴随着杂音和电流声，那是他在监听你。4. 不要点任何奇怪的链接，相信我，你绝对不想看到里面的内容。5. 如果有陌生的号码打进来，请不要接听，因为
他很善于伪装。6. 如果你的手机总是黑屏，随后又恢复正常，这很可能是他在观察你，在他眼里，你一览无余。7. 如果你拨通了自己的电话，听到的是陌生的声音，请千万不要回应。8. 最后一点需要提醒你，不要把手机借给陌生人，不然你的下场绝对会很惨很惨。快报警，床下有个人！一阵细微的声音从耳边传来，我不耐烦地睁开了眼睛。自我怀孕之后，总感觉自己有些神经衰弱了。看了眼时间，凌晨3点05分，我悠悠叹了口气，随后便想着去上个卫生间，可接下来的事却让我不寒而栗。上完厕所后，我刚准备回到卧室继续睡觉，却发现厕所的窗帘竟然没有拉上。也不知道老公装修怎么想的，非要给厕所装个透明玻璃。就在我刚准备拉上窗帘时，我突然注意到床下似乎有一团黑影。我慢慢透过窗帘再次望了过去，瞬间如坠冰窖。我肯定没有看错，那是一个人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冷汗顺着额头滴落下来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此时的老公还躺在床上睡觉，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危险。我不确定床下的人有没有注意到我发现了他。如果我走出去，那他会不会直接对我们俩下手？不行，我得报警。我翻找着手机，坏了，手机在床头。我的身体抑制不住的发抖，必须要想办法把老公也喊到卫生间。我长呼一口气，做好了心理建设。老公，我肚子疼，我可能要生了。我颤抖着声音，大声呼喊着在床上熟睡的老公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看到老公匆忙地跑了进来，我立马抢过他的手机。快报警，床下有个人。他看到我特别惊恐的眼神，也就愣了片刻的功夫，便硬着头皮陪着我演戏。我这就找救护车，你再忍忍。我装作肚子很痛的样子，几分钟犹如过了几个世纪般难熬。门外传出悉悉索索的声音，我大着胆子偷偷瞄了一眼，半张人脸赫然出现在玻璃窗上，我只能用尖叫掩饰着内心的恐惧，直到听见了门外咔嚓一声。走了吗？我俩没敢直接出去，又等了一会儿，确定外面没有任何动静之后，老公拿着厕所的拖把，这才缓慢地打开了门。警察很快来了，我们调出了监控，这才发现原来在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，他就进了我们屋子，时间距离我醒前后也就不到5分钟。然而更让我心惊的是，他手上还拿着一把刀。请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，他真的会在关键的时刻救你一命。那天刚聚会完，已经12点多，我搀着喝多的闺蜜正准备送她回家，走到楼下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她竟然忘了带门禁卡。正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门却突然打开了，一个男人从门缝里探了出来，手上正接着电话。出于礼貌，我说了声谢谢，便搀着闺蜜继续往前走。进了电梯后，我突然发现那个男人正好站在我们身旁，他的眼光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们。闺蜜没有丝毫的防范意识，她直接伸手就想去按楼层按钮。出于女人的第六感，我立即制止了她，拉住她的手，假装聊着天，余光却一直瞥着旁边的男人。男人见我们迟迟没有反应，他便按下了顶楼24楼的按钮，这就意味着他一定会先知道我们停在哪个楼层。此时我已经预先脑补了一些可怕的剧情。闺蜜按下了23楼，随着电梯缓缓上行，气氛也越来越压抑。到了23楼后，我的心也逐渐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拉着闺蜜慢慢走出电梯，可总感觉身后有一道若有若无的视线正死死盯着我们，直到电梯门关上才稍稍好些。但我并不敢放松警惕，由于是后半夜了，周围特别安静，所以楼间的任何响动我都可以清晰地听见。可是从楼上电梯打开之后，声音便戛然而止，并没有听到任何掏出钥匙开锁的声音。我突然慌了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刚刚那个男人很有可能会下来找我们？我催促着闺蜜赶紧找钥匙开门，她还迷迷糊糊地低头，一直在包里翻找着钥匙，还一头雾水的小声嘟囔着：别着急呀，东西太多了，你再找呢。此时我根本来不及跟她解释，只能尽可能催促着她赶紧开门。我用耳朵贴着靠着安全通道那一侧的墙，没想到真的印证了我的猜测。楼道间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，而且越来越近，听得我头皮发麻。她真的下来找我们了。好在闺蜜终于把钥匙掏了出来，我赶忙抢夺了钥匙，正准备开门，但人在慌乱之下，手一直在颤抖着。就在我深呼吸，好不容易把钥匙插进锁孔时，我转头看到了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幕。
印着安全通道的绿光。那个男人正探出了半个脑袋，死死地盯着我们。我甚至能看见男人嘴角那抹意味深长的笑。这一幕让我几乎忘记了呼吸。我赶紧转动钥匙，推着闺蜜进了屋并关上了门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眼睛顿时湿润了。闭上眼睛，刚刚的画面依旧历历在目。闺蜜看我的状态不太对，这才凑近了我。怎么了，爷爷？我看着她满脸不解的样子，顿时感觉十分无奈，便把刚刚的事情与她讲了一遍。可闺蜜似乎并不相信我说的。我咬了咬牙，便凑近猫眼往外看去，一只硕大的眼睛正贴在猫眼上。我吓得倒退了2步，捂住嘴示意着闺蜜上前，她这才脸色煞白，毫无醉意。我颤抖着手报了警，直到警方赶到把她揪住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后来才知道，她其实是这栋楼10楼的业主。那天看到我们2个姑娘，其中一个还喝多了，便见色起意。如果我没送闺蜜回家的话，闺蜜会遭遇什么便不得而知了。所以朋友们，自己一个人住真的不要太晚归家，如果偶尔晚归，也尽量保持清醒警惕的状态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没想到因为我的这个习惯，竟然救了自己一命。起初是门外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个3角标记，我看到后心里一惊，赶忙把它划掉了。可没想到才隔了几天，标记再次出现，依然是一个歪着的3角形。这个标记之前我也有所耳闻，代表着这一户是独居女性。随即我又去看了对面的2户，果然没有任何的标记。我皱了皱眉，虽然并不想承认我的猜测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找到了物业。咱们这是老小区，这监控好像又坏了。保安大哥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我克制住自己内心焦躁的情绪，还是让他们赶紧维修。也许是哪家小孩子的恶作剧呢，不用太担心。保安大哥看我脸色太差，安慰地说道，但我总觉得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。直到那天下午，我出差回家，一打开门就发现了不对。因为我有一个习惯，每次出门之前我都会把家里的鞋子摆得整整齐齐的，但是今天我发现脚下的鞋子明显被踢到了一边，而且脚垫也有些轻微的褶皱。我联想到前几天在门口发现的标记，一种不安的感觉突然袭上心头。此刻这个无比熟悉的屋子让我觉得危机四伏。我屏住呼吸，仔细听着周围的声音，心里也砰砰直跳，怕得要命。在静谧的房间里，我好似捕捉到了一阵轻微的呼吸声，我吓得赶忙退到了门外，以最快的速度反锁了房门，随后报了警。期间我冷静下来后还有些懊恼，生怕是自己太敏感搞错了。然而在警察叔叔到了后，打开了房门，没想到屋子里真的有一个男人，他被警察从卫生间揪了出来。后来根据他交代，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盯上独居的我了，门口的鞋子也确实是他踢倒的。直到现在我还很后怕，要不是因为我的这个习惯，可能我就已经遇害了。所以大家在出门前也最好习惯地做上标记，如果哪天这个标记变了，至少你能有反应的时间。起初我总能听到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，直到我透过墙上的小洞看去。刚毕业的我租了一间公寓，公寓的设施十分陈旧，用木板隔断的墙面隔音效果非常差，但好在价格便宜又离公司比较近，我咬咬牙便住了下来。由于大家上班的时间都差不多，邻居之间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从没见过我左边的租户，但晚上我却总能听到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，这哭声很瘆人，穿透墙面传入我的耳朵。好在我从小胆子就大，倒也没有害怕，只是有些无奈，毕竟总会吵得我休息不好。隔天一早，等电梯时刚好碰到右边的邻居，我便问起隔壁住的什么人，他突然神色慌张起来，眉头紧皱。你问这干嘛？随后我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我也不清楚。说完，他便阴沉着脸走了。莫名其妙，这是怎么了？看到他的反应，我不免觉得疑惑，他好像知道什么。这种疑惑也一直持续到下班回家。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又响起了那个断断续续的哭声。我几日的愤懑也终于爆发了，用手哐哐敲着隔壁的墙。喂，你安静点吧，你不睡觉，别人还要睡觉呢。但隔壁邻居似乎没有听到，仍然发出断断续续的哭声。发泄一通后，我也逐渐冷静了下来，分析着是不是隔壁住户遇到了什么难事，才会每晚哭个不停。突然，我发现墙壁上有个小洞，这个食指大小的小洞似乎是被白蚁啃出来的。一想到隔壁那个从没见过的神秘邻居，我就按耐不住好奇，于是我悄悄凑上这个小洞，往里看去，只见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孩正背对着我轻轻啜泣着。我碎碎念道：哭得这么伤心，这是被情所伤了。不久，那哭声逐渐消失了。出于好奇，我再次把眼睛凑了过去，然而瞬间让我冷汗直冒。我惊恐地盯着眼前的景象，无法自已。一双脚赫然出现，轻微的晃动下还伴随着可怕的呜咽声。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冒了出来，我吓得立马后退了2步，浑身被汗浸湿。我赶忙拿起了手机报了警，又颤抖着给房东打去了电话。喂，房东，隔壁404好像有人自杀了。房东应该是被我电话吵醒的，但也被我的话吓得不轻，带着刚睡醒的腔调说道：你睡懵了吧？404早就没人住了。什么？
听到这，我身体不自主地颤抖起来，贴紧墙壁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小洞，生怕下一刻会有东西突然钻出来，一咬牙就夺门而逃。不久，警察和房东就赶了过来。当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吓得尖叫一声，因为隔壁的房间确实没有人，厚厚的灰尘根本不像我刚刚看见的场景一样。房东再次强调，一定是我睡懵了，看错了。次日一早，我赶忙找了新房子搬了家，而之后我再也没听到过这种声音。事情慢慢淡了，直到有一天，一则微信消息再次勾起了我这段回忆，是当时住在我右边的邻居，他告诉我他也搬出来了。你那隔壁房间，我听说之前有个女孩子上吊自杀了，从那之后再也没人住过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久久回不过神。我第一次觉得闺蜜这么可怕。我和闺蜜合租了一个老旧的小区，小区破旧斑驳，楼梯里连照明都没有，每次加班回来都觉得阴森森的，很瘆人。房间里的摆设也很陈旧，好在房租很便宜。我们俩特别爱缩在客厅看恐怖片，在恐怖片的衬托下，房间竟然也透着阴森的气息，就连温度都比平时低。第二天，闺蜜却突发奇想，打算测试一下电影中的情节。她找来一只碗，里面放了生小米和清水。如果屋里有鬼的话，这些东西就会被吃掉。说完，我们就出门上班了。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，不停地想着碗里的米到底会如何。下班后，我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家，第一时间去查看那只碗。还好里面的东西并没有少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里竟然有些失望。此时闺蜜的房间关着，里面放着音乐，我就去卫生间冲凉。结果洗着洗着，我无意间往门口看了一眼，就看见闺蜜脸贴着玻璃门冲着我傻笑，我吓了一跳。你神经病吧？闺蜜并没有理会我的愤怒，依旧站在那里冲我傻笑。这下我彻底火了，冲着她大骂了几句，然后赌气地拉上浴帘。等我洗完澡，闺蜜已经不见了。可就在我刚准备刷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竟然是闺蜜打来的。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，推开闺蜜房间的门。你都在家，给我打什么电话呀？可闺蜜好像睡着了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我心想，会不会是她的手机丢了，有人捡到电话找失主？于是我赶忙接起了电话。哎，我在买奶茶，要不要给你带一杯？我瞬间毛骨悚然，因为电话里的声音正是闺蜜。我身体突然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，好半天才找到了自己的声音。你别开这种玩笑，你不是在床上躺着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马上到家了。说完，电话便挂断了。我的头上已经渗出了冷汗，脑子里也突然想到了一个细节。刚刚我去看碗里的东西虽然没有少，可在我端起来时，它分明是热的，里面的小米已经熟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的脸色煞白，悄悄往床上看去，躺在床上的人却不见了。我尖叫着把腿逃了出去，正好碰到闺蜜拎着奶茶回来。我把刚才的经历告诉了她，她也被吓得不轻。这个房子是不敢住了，我们连夜搬了新家。好在后来没有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，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回忆。